须弥主线终于结束了，毫不吝啬地说，须弥主线绝对是原神目前最高的剧情水准，没有之一。这也是我第一次有了强烈想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的追番式的急切感，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高开低走，最后这章的尾结得很好，演出也很到位，多线推进，而且流程是真的很长。当我以为打完伞兵就结束时，没想到它还有；当我以为世界树救完总该结束了吧的时候，没想到它还有。那和博士对讲话总该结束了吧？不好意思，我们还有。还要开个庆功宴，那这庆功宴开完总该结束了吧？不行，最标准的流程还没走完呢，你得和小吉祥草王对完话才行。这次剧情给我的感觉就是文本量明显上来了。以前老觉得主线不如支线，其实和文本量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主线得配音，成本会大一些，估计考虑到这点，文本上就会更精简，但支线不用，所以文本上发挥空间会更大。还有就是剧情里的各种过场 CG， 以前主线能有1-2个就很不错了，这次它一章就能塞2-3个，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和以往制作水平的区别。包括须弥的地图也给了我很大的惊喜感，之前的地图都是平的，现在它开始玩纵深了，各种洞窟、地下通道，探索起来更有意思了，但同时也更累了。一个锚点你跑过来，结果发现不在这儿，它在地底，关键这地图还显示不出来它在地底，白跑一趟。而且就算我们解锁了所有的锚点，我们看整片地图也无法分清哪些在地面，哪些在地底，全靠记忆。说实话，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地图优化一下了，能显示不同的层级或者分一分层也好。在我初探索须弥的时候，有一点我印象很深，是关于支线和主线之间的联系的。一开始我在做主线，然后走着走着就自顾自的探索地图去了，就是超大型支线森林树的开篇，他教了我该如何清理死域。然后重点来了，我清完死域之后又觉得还是得先做主线，等到主线又开始教我清理死域时，派门居然说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了，提纳里也说我们已经有了清理死域的经验。这我就很好奇了，假如我没有跑去做支线的话，这里的对话还会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说明制作组是有考虑到这点的，所以做了2段不同的剧情。真是这样的话，那确实是有进步的。虽然可能在其他自由度很高的游戏里看来是很平常的操作，但我觉得可以夸一下，有进步就是好事。还有就是在地图的设计方面，我觉得进步也很大。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地图上的城邦更多了，也就是人更多了。其实我觉得有可以相互交流的对象真的很重要，特别是对这种开放式的地图来说，不然一路上都是自己在解谜探索，地图就会有一种大而空的感觉，偌大的世界只有自己的这种孤独感，遇到的还都是界面一言不合就开打的鱼人众和秋人。当然这点和派门不能跟随，不会讲话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其实偶尔路上遇到点人，遇到一个城镇，一个可以休息的点，是可以很好的消除掉这种空旷感的。偶尔给你来点任务啊，讲一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啊，内容上也会更加的丰富，也可以有效的消除掉探索的疲惫感。这种其实就像是探索地图的反馈，我觉得是类似的。不然我可能就和探索之前的门的璃月一样，走着走着眼睛就闭来了。这也确实是我一开始探索须弥时最惊喜的一点吧。总之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须弥整体的制作水平是有拉了以往的地图一截的。至于沙漠要的就是空旷感，这种大而空的感觉反而是对的。所以派门什么时候可以跟随，给我讲讲冷笑话啥的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主线剧情和以往一样，并没有那么的有意思，可能是因为还都在介绍人物关系的原因吧。而且最让我感觉到疑惑的是迪纳泽代，这人怎么看都是个不会进卡池的 NPC， 戏份是不是有点过于多了？抱着疑问我来到了奥摩斯港，这也是剧情真正开始推动开始有意思的地方。神明冠状知识这个设定还挺有意思的，我不需要去学习知识，只需要把知识入虚空终端就好了。什么赛博朋克，话说为什么在须弥我也能遇到被潮汐欺骗过的女人啊？真的是提瓦特史上最大渣男了，足迹遍布各国，所以什么时候烂血条？在之后的剧情安排上也是给我们安排了一个看着不像好人的艾尔海森，但 3.2 版本主线完结之后我才发现他这人就这样，用迪纳泽代的话来说就是好有个性。过奖了。在取得多利信任时，剧情上也是弄了个对暗号的环节。说实话我很好奇，像原神这样没有真正意义上分支的网络游戏，要是选错了会怎么样？这里的处理方式让我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满足了我的好奇心，结果是直接重来一遍，倒也正常。
毕竟游戏模式还是有限制的。如果这不是一款网络游戏的话，我觉得这里其实可以加一些不会影响剧情走向的分支，像是取得信任的方法不止一种，可能会有很多位交易人，这个不行换下一个，也可能会有直接点的方式，像是偷听、潜入、偷取这种，或是一言不合直接开打。但毕竟这是一款需要长期运营的网络游戏，如果不能让玩家完整的体验到所有的剧情内容的话，反而会挨骂吧。多莉这位角色其实塑造的挺好的，配音也很不错，只可惜戏份不多，只是一个配角，比较遗憾。在第一章的结尾也算是剧情的小高潮吧。镀金旅团老大因吸收了使命冠状知识而发疯，在一片混乱中，不像好人的艾尔海森顺走了我们追查了整整1章的使命冠状知识。我就说他看着不像好人吧。花神诞日算是故事的另一个高潮吧，虽然我至今也不知道花神是谁。这张故事的开篇戏份同样给到了迪娜泽代。众所周知，当某个你觉得不重要的角色戏份突然变多时那肯定是要发刀子了，先让你对他有感情，然后再把他写死，老套路了。之后的剧情就是凉宫春日的忧郁之漫无止境的8月了，当然最初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到后面我才发现实际上它是盗梦空间。而且果不其然的是，随着剧情的推进，迪娜泽代也确实是越来越虚弱了。果然我是懂编剧的。就当我以为终于要发刀子了吗的时候，编剧他捏碎了前面立的 flag 行吧，反套路是吧？我还就喜欢看这样的。花神诞日的整体剧情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还首次加入了推理的要素，结合的也还不错。非要挑刺的话，就是有几次的轮回其实没啥必要，像是迪西亚身上的伤口不见了这点，其实就已经能推断出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重复了，不过问题不大。草神出场的时候我是真的没绷住，虽然早就知道草神是萝莉，但真正看到后还是觉得很有违和感。智慧之神，他可是智慧之神啊，这哪里看得出来智慧？这也太幼了，可真行，就很不搭。但如果设计者就是要这种反差感的话，那确实成功了。就是这违和感我真的消除不掉，真的很难把它和智慧联系起来，怪，太怪了。之后草神借用凯瑟琳身体时，那场面就更加诡异了，我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你好。你好。你也被罚站了吗？是的。你也没带运动鞋？其实我带了，只是我故意不换而已。为什么？想陪你一起罚站。形象与声音严重不符。须弥主线的开篇剧情到这也就结束了，然后在经历了漫长的森林树支线之后，我也终于对支线任务起了 PTSD 反应。3.1 之后的支线我是一个也没敢做有沙漠树这东西吗？没听说过。3.1 的主线在沙漠的阿鲁村，说实话并没有前2章来的那么精彩吧，可能是太过严肃了吧，感觉没有什么记忆点，但它是剧情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各路人马在此聚首，抱着心中各自的疑惑和目的，对阿鲁村的秘密展开了探究，并最终达成了共识：大贤者必须死。他们发现了教令院的种种恶行，而拉赫曼也发现了大慈树王并非是害死摄王之人，之神。沙漠和雨林的敌对，这一切不过是沙漠子民的一厢情愿。知道了真相后的拉赫曼明白了是自己误解了大慈树王，放下了自己的成见，最终立场不同的2帮人达成了共识，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我好像也变得严肃了起来呢。愚蠢的因论派，要牵手。狭隘的知论派。教令院学着丑恶的嘴脸，在我面前无所遁形。为了顺利的让拉赫曼的镀金旅团潜入须弥主城，艾尔海森和赛诺合作实施了一个计划。虽然画面上也就1、2、3、4、5，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的人数。当然我知道这是一种表现手法，毕竟不可能乌泱泱的真的给我们放一大帮人干架的场面，显卡多少会有点吃不消，但就是会显得有点可笑。包括之后的众人把卫兵包围在大巴扎也一样，也是只有寥寥数人，感觉就像是小打小闹一样。虽然我懂，但观感上总归是要差一些。潜入计划成功之后，紧接着艾尔海森和爷就光明正大的走进了教令院，然后一切就如艾尔海森所预料一般的发展。先是来一波假反水，然后大贤者反手一个识破。你的行为虚空终端早就已经计算出来了。虚空终端是什么？如果说虚空是网络，那么终端就是计算机 computer。草神的普攻是什么？敲键盘、重击、滑鼠标。所以
须弥实际上就是一个实现了网络自由的国家，而草神就是须弥的最大黑客。他的意识可以化身成为数据，在虚空中游走，并抢夺每一个有计算机的人的身体。既然本质是电脑，那方法就简单了呀，给他一个有病毒的 U 盘不就好了。在艾尔海森一波操作过后，主角顺利的被关到了监狱里，然后接下来的剧情才是最高潮，多线同时进行，而且出现了应该是史上第一次，在主角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操控其他的角色。虽然其实也就是跑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代入感。一路的剧情，说实话，我觉得有因为他人气高，所以硬加了嫌疑，但演出还是很好看的。成功把卫兵骗出来之后，伊萨克也是来了一波男扮女装，还在玩假草神，不如来试试这位真草神。黝黑的皮肤，智慧的眼神，无与伦比的速度，能躲过层层追击。只能说这男扮女装的节目效果确实好，就是很可惜迪西亚还没有时装。如果已经时装了的话，我觉得这里应该还会有一段我们操控迪西亚击败卫兵的剧情，看得到却得不到，难受。之后就是惯例的旅行者拯救世界了，不得不说演出效果做的确实好，就是这个大家请把光寄给迪迦的剧情稍微有点尬，虽然很王道，但现在人都不爱看了。原本以为击败了伞兵一切就结束了，但没想到他还有世界树还没有进化呢。两代草神相遇，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虽然说是这么说，但这个大此树王一看就是懒得建模了，毕竟成本摆在那里，为了一个场景专门建个模不划算，不如就给文案解释几句。这里的设定还是比较刀的，进化世界树其实就是要彻底抹杀大此树王的存在，包括记忆层面，全世界没有人会再记得它。游戏内官方也很细节，把一切关于大此树王的描述全部都给删除替换了。但毕竟我和大此树王没有什么感情，所以其实感觉也还好，只是这种全世界都遗忘了他，但却只有我记得的这种感觉，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伤感。这要是放在大结局，死的是主角，全世界都忘记了我的存在和我的故事，仿佛我不曾来过一样，那可就不只是伤感了。而且主角死后也是会有世界遗忘我的语音的，很难说米哈游的编剧干不出来这种事。从大慈树王的意识出来之后也倒下了，很难说这也是因为编剧想让我们倒下，所以让我们倒下了，还是什么设定的原因。当然我更倾向于是剧情杀，毕竟潘本也倒了。总之就是给了草神一个不得不把神之心交出去的理由吧，不然博士就会把毫无还手之意的我俩给嘎了。但智慧之神不会是智慧之神，这段谈判还是很有水平的。这里神之心其实是必定会被夺走的，愚人众的前3席是有比肩神明的力量的，但纳西达利用了愚人众对天宇的恐惧，成功达成了看起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交易。我可以给你神之心，但同时你也得把你的切片都给消灭了。虽然大叔和萝莉对峙看起来真的很怪，就是了。博士的人设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其实还挺稳重的，并没有传的那么疯狂，毕竟是教练医院学者出身吧，做事还是挺严谨的，而且这充满磁性的嗓音。有没有听过这一传闻呢？似乎是这么说的，提瓦特的星空是虚假的。很难不认为会没有女旅行者倒戈投地，就是这故事都已经结束了，真的没有我丽莎姐姐出场的戏份了吗？总的来说，须弥给我的惊喜还是很多的，但同时也拔高了我对之后的地图以及故事水准的期待，还是希望原神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惊喜，最好也能增加点新玩法。实话实说，我现在已经进入半开摆状态了，如果不是须弥地图做得好，我可能现在探索度还是20%-30%，当然也主要得益于森林书这一支线吧，能带我一边过剧情一边开图，这种形式我还是很喜欢的，建议以后多来点这样的，我也省心。就说这么多吧，感觉自己好像也不是很擅长写这样的文案。那么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吧。